这节课呢，我们学习紫红色牡丹的画法啊，底色还是用太白三青胭脂，然后花头的颜色用三青玫红蒙紫胭脂啊。那么首先呢，这个笔调完底色之后刮个半干，调三青蒙紫，然后再调玫瑰红。调色的时候慢一点，笔尖稍稍的调一点玫瑰红就可以啊。这样画出来的这个颜色呢，呈渐变色。第一笔从左往右推笔啊，然后再从左往右补一个小半，然后呢再继续附加一笔，补上一笔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再画右侧的侧半啊，从右往左推，然后再补一下，继续补这种小半啊。小半可以画正的，也可以画反的。继续添加这种碎半、小碎半，这些呢都是侧半啊，也叫立半，还有一个说法叫反半，不论哪一种，我们要把它包起来。包的时候呢，用反半去包也可以，用正半也可以。当然我们现在用的是反半，我们要尝试各种包法。我们继续笔尖补充一点颜色，笔尖补充一点这个玫瑰红哈。我们在腰线的地方画一些正半，这些半的颜色稍微深一点点，笔尖可以调一点点胭脂就可以。然后呢，从右往左运笔，再添加一笔小半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为了使我们的花头层次更丰富一些，画的有时候需要画反半，有时候画正半啊。这个呢，这一部分属于花头朝下的地方，脑海中要想到一个盘子啊，盘子，这个花瓣是往外盛开的，那这一部分画正半比较多啊。正半画正半要注意正半的这个姿态啊，我们可以放开着画不同姿态的正半啊，要注意明暗关系。一般左侧光线亮画亮的，右侧光线画这种深一点的。然后笔尖可以多调一点颜色，调一点蒙紫啊，调点三青蒙紫、玫瑰红，笔尖再调一点胭脂，这样画出来的花瓣呢，稍微有一点冷色。那么表现出来的这个色性关系呢，就是在底层哈，就是把这种距离感拉开。下面的大花瓣呢，我们多画几层哈，用很多小碎瓣组成一个大瓣，然后要分清楚层次关系哈。上面一层压着下面一层啊，下面一层呢又比上面一层露出多一点点就可以。现在颜色不足的时候，我们补充一点啊，在笔尖上呢调一点点这个胭脂啊。下面这些大瓣呢，我们要把这些空隙啊补充一下，因为在刚开始画的时候呢，可能这个水分大，就不能立刻补充，一般过后再补啊，这样我们就不会染成一片啊。小碎瓣补充空白的地方，深颜色在内啊，然后我们再补充一点颜色，把外围的花瓣补充一下。这一笔可以用滚瓣，然后笔尖再调一点点胭脂，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呢再补一个层次出来。这样我们下面的花瓣呢基本上画好了。现在补后面这一层，后面这一层呢，我们要想的它是正瓣啊。那么正瓣呢，它又是在后面，我们可以画大一点，大小结合着画，
这样显得层次更丰富一些。色不足呢，我们可以继续补充一点胭脂啊，补充胭脂，补充一点这个玫红，补充一点点盐，这个三青啊，后面这些颜色淡雅一点就可以，淡淡的。还可以补充一点点水分，有时候像外围它要虚一点，我们笔上可以水分大一点点，有那种水彩的感觉。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也可以用水彩颜料画，我试过啊，水彩颜料画呢，这个效果也不错。最好是怎么用水彩的颜料和这个国画颜料混合着画，效果也不错的。如果有兴趣可以试一下。这后面外围的花瓣啊，可以包一圈，但是要画出这个凹凸有致的这种缺口啊，要是齐了就不太好看。我们可以一个出来一点，一个凹进去一点，这样画出来显得自然一点。再回几笔啊，在花瓣上回几笔，显得有一点纹理啊。因为本身画后面这种大瓣，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表现它这种色彩的这个层次，我们可以扫几笔。现在补充外围的这种碎瓣啊，可以碎瓣组合，大的小的都可以画一点。那么这一幅呢，画的挺圆的，这是很清楚的哈，上面部分呢，上面一半部分往上立起来，下半部分往下走，它俩是一个相反的方向。所以画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的这个结构啊，把它上面想成一个碗，下面想成一个盘子。这么画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下一笔该怎么画，无非就是改变一下这个花瓣的形态、姿态啊，花头的姿态。讲到这里呢，我就必须再讲一下啊，花瓣的姿态，花头的姿态要注意这两点啊。花瓣呢有很多不同形状的花瓣，大的、小的、长的、短的、胖的、圆的、尖的，还有这种组合的，对吧？波浪形的，还有这种很小的碎瓣的，这些就是花瓣的形态。那么怎样把这些花瓣的形态组成一个漂亮的花头的形态呢？就是我们练习的时候怎么画这个花瓣还是怎么画，无非就是这个花头姿态的改变，就是左边侧一下，右边侧一下，往前往后，上扬还是垂落，就是花头各个姿态根据姿态进行画花瓣啊。所以我们的8笔定位法，大家一定要牢牢的把它记住，并且画的滚瓜烂熟哈，要很熟练。就是画到花头，我就知道这笔下一笔该怎么画。我们要做到这样呢，以后画各种作品，任何朝向都能灵活多变，能画出来。这个就是我们画画的目的，就是要举一反三啊，要用起来，学以致用，现学现卖啊。然后这个花心的地方就简单啊，可以调一点胭脂，把边缘线切完了之后呢，然后中间的地方可以平涂一下就可以啊。这个深一点没关系，因为颜色越深呢，我们之后画出的花瓣呢，这个花蕊啊就更鲜亮。所以这个时候多涂一点没关系啊，有的同学不敢涂花心呢，还是用胭脂调的厚一点去涂一下。这个是这个花头的完整图，大家可以参照这个4尺3开的这个作品呢，自己尝试一下把它画完整。如果有任何不懂的问题，可以在群里问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